今年啊，帝舵在7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一款新的 Black Bay 58，叫 Navy Blue。这不仅成为了今年手表界里最受瞩目的手表发行之外，还让2018年的初代 Black Bay 58小火了一把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另一个大牌也推出了4款新的潜水表。如果 Black Bay 58让你对劳力士的水鬼产生了质疑的话，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SPB 147将会让你重新审视 Black Bay 58。我对这款表的第一印象就是，哇，这也太性感了吧！首先让我注意到的就是镀金处理的小石标记和指针，即使在当时室内不是特别好的灯光下，也闪闪发亮的。下一个让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整体的质感，你能感觉到这和以往的 Prospex 要上升了一整个档次。和其他 Prospex 和 SKX 比的话，这个做工你会觉得它像是一款奢侈品手表，而并不是一个低端的潜水的工具。先说一下表壳。表壳用了精工自制的 Super Hard 涂层，也叫 Dire Shield， 就是因为这个涂层，表壳看起来会比一般的316L 钢看起来颜色更深一点。表壳表面呢，大多是磨砂效果的，但是在两侧呢都有抛光的斜边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巧妙。一，它让表壳看起来更加的立体；二呢，你直视下去呢，这个线条又很苗条，在手上不会显得很大。表壳的设计理念呢，来源于精工在1965年推出的第一款专业潜水表 62MAS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一般的手表不同的是，两个表耳之间的部分衔接表带的这个部分是平的，而不是通常有弧度的这种设计，所以配上表带呢，就会显得非常的一体化，与表带衔接的更紧密，没有说中间如果是弧度的表壳，就是两侧会有一些空隙。表壳的数据呢是这样的，表径是40.5毫米，长度呢大概是47.6毫米，厚度呢是13.2毫米，所以整体戴在手上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，不会特别厚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表圈，表圈用的是硬币样式的锯齿纹理，和 Black Bay 薄薄的表圈比起来呢，这款手表的表圈要厚的很多，所以更容易掐住，所以也更容易转动。表圈的材质是不锈钢，表圈做了圆形的打磨纹理，60分钟的分钟刻度呢也是雕刻出来的，而不是说用涂料印刷上去的，所以看起来更加有层次、有深度、有内涵，而且值得细品。为了契合整体的颜色呢，表圈上的数字用的是奶油色，而并不是纯白。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的，因为这样让表圈和表盘这个整体这个颜色看起来更加和谐。下面来说一下表盘，表盘用的颜色呢是深棕色，而且做了太阳光从表盘中心放射出来的这种效果。一般来讲，我个人并不喜欢这样的做工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棕色的缘故，表盘上的这些放射线呢，大多数时间显得很微弱。在光线不是很亮的情况下呢，表盘看起来就是一个黑色的，但是在强光下呢，它会呈现出的是焦糖的颜色。总之呢，和镀金的小石标记和指针融合在一起呢，是照相辉映，感觉很棒。指针和小石标记的抛光做的真的非常好，在各种角度呢都啪啪啪的反射光线。因为设计来源于精工的 62MAS 嘛，我们之前说了，所以指针采用了简单的这种棍棒的形状。但是精工牛逼就牛逼在对细节的这种把控，虽然外形简单粗暴，但指针并不是平面的，而是通过中间的一道分隔线，巧妙的把指针的两侧都做出了2个斜面斜坡这种感觉。这样做的话呢，不仅增加了阅读时间的这种清晰度，因为不管光从哪个方向打来，总有一面是会反射光的，然后又提高了整个表盘的立体感。和其他精工表一样，夜光涂层给的很大方，夜光呢亮的时候是蓝色的，而且经过我的测试呢，持续1个晚上是没有问题的。表盘上唯一一点让我很不爽的就是3点钟方向的这个日历窗，这个日历窗真是相当于一条臭鱼毁了一锅好汤。虽然刚刚夸了精工的这个整体的用色，但是这个日历窗真的太突兀了。和小石标记不同，这个日历窗用的是纯白色的，而且没有边框。我想说，如果日历窗套上一个这个和小石标记一样的镀金边框，可能看起来会更和谐一点，或者直接去掉，最好的解决办法。但是好在这个日历窗和9点钟的小石标记大小差不多，所以呢相对的平衡了一下这个视觉上的问题。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机芯，这款手表用的机芯是精工的 6R35 机芯，有70小时的动力储存，振频是3赫兹，然后官方给的这个准确率呢是在减15到加25秒之间每一天。
然后我戴这个表这段时间以来，我测的平均值大概是每天要快15秒。虽然是在官方的误差值之内，但是一周下来算一下，这款表要快2分钟左右，所以说觉得还是有一点多。但是在这个价位呢，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900磅，你买得了吃亏，你也买得了上当，但是这款精工不会让你失望。视频的开头啊，我说了这款表会让你怀疑 Black Bay 58，并不是说 Black Bay 不好，我承认 Black Bay 是个好表，从设计、做工和质保都要强过精工，但是 Black Bay 的价格是精工的3倍 ，Black Bay 好吗？好，但是有3倍的好吗？我觉得没有。这就是我对这款精工 SPB 147的一些看法，大家下期再见。